看着一个个波光粼粼、清可见底的龙虾养殖池，你可能以为来到了沿海水乡，但这样的风景却出现在了新疆喀什地区麦盖提县沙漠腹地。昔日撂荒的土地只有风沙为伴，如今却生机盎然。在沙漠边缘养淡水龙虾可能吗？不仅可能，而且还成功了。干成这事儿的就是日照援疆干部臧运东和他背后的团队。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加关注，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2020年3月，来自日照市蓝山区的臧运东被组织选派到麦盖提县土曼塔勒乡担任乡党委委员、副乡长。来新疆前，他任蓝山区蓝山头街道党委委员，分管海洋和渔业工作，对水产养殖有着丰富的经验。来到麦盖提任职后，他对全乡情况摸底调研时发现，仅靠伊尔羌河和土曼塔勒乡拥有小型塘坝11座，湿地千岛湖13.4平方公里，但这些水资源除了为周边农田灌溉蓄水，基本处于闲置状态，并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对此，臧运东感叹道：“真是太可惜，如果养殖水产品，应该是一条好路子。”他敏锐地发现，这是援藏干部造福地方百姓、增加农民收入的切入点。一个水产养殖的计划在他脑海中慢慢成型。于是，臧运东对这些池塘开始了近1年的水质、水温数据跟踪监测。他惊喜地发现，这里的水质比国家1级1类标准还要好。各项条件均符合虾类养殖要求，于是又开展对南美白对虾、罗氏爪虾、克氏原螯虾、澳洲小龙虾等水产品种进行评估筛选，选定以体大肉多、养殖周期短、经济价值高、病害少、市场前景好的澳洲小龙虾为主要养殖品种，搭配罗氏爪虾同时养殖。2020年底，在日照援疆指挥部的大力支持下，臧运东使用人才合作项目资金，依托日照职业技术学院水产系专业团队的技术支撑，开展澳洲淡水龙虾试验养殖项目。澳洲淡水龙虾是世界上名贵经济虾种之一，原产于澳大利亚，因个体较大且外形酷似海中龙虾，又生活在淡水中而得名，具有营养丰富、体大肥美、生长快、抗逆性强、经济效益显著等特点。理论成立，实践开始。2021年年初，臧运东四处购买虾苗，并在5月底前分9批运往麦盖提。虾苗从运输到投放的每个步骤，他都要亲力亲为才会放心。为了第一时间投放虾苗，常常忙到凌晨5、6点钟。为了龙虾更好成长，臧运东还从日照职业技术学院协调了3位水产养殖专业人才。虾池边的一间小屋成了他们的办公室。进去一看，本就不大的房间被隔成了2间，里面一间堆满了龙虾饲料，靠外一间摆着1张床、2张桌、电脑、电子显微镜以及各类试纸、试剂应有尽有。这里既当办公室又当宿舍，日常水质、水温、龙虾健康、病虫情况监测都在这里进行。水产养殖是一个系统工程，环环相扣，优质的苗种和合适的配合饲料是养殖成功的关键保证。然而，本该一帆风顺的虾苗运送旅途过程中却是一波三折，小小的虾苗牵动着多方人的心弦。臧运东介绍说，货运代理公司在发货的时候将部分信息填写错误，导致我们无法及时将虾苗取回，在机场耽误了1个半小时左右。后来在各方的大力支持协调下，我们尽快将虾苗运回了麦提盖，并保证了虾苗的及时入塘。为了养好龙虾，他和他的团队做了不少前期工作，比如建设10个池塘、地膜铺设、坝体整修等。在所有的准备工作全部完成的情况下，投放了第1批澳洲淡水龙虾虾苗。在麦盖提县澳洲淡水龙虾试验养殖基地，一个个长方形的虾塘整齐排列，一根根软管源源不断地往池内输送氧气。工作人员顶着烈日，严格按照虾苗投放要求，不断调节水温，直到虾苗容器内水温接近池水温度时，才将虾苗放入池中。尽最大努力降低虾苗因受水温变化的影响造成的应激反应，从而提高龙虾成活率。
饲养龙虾的6个多月时间里，他放弃了休假，几乎天天守在水塘边，有时候通宵达旦地干。长期不规律的生活，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使他患上了糜烂性胃炎，体重陡然下降10多公斤。但他轻伤不下火线，让家人寄来中药，边治疗边开展养殖试验。功夫不负有心人，2021年10月，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臧运东苦心经营的东虾西夷试养获得成功，成熟个体重达70到140克。他从虾池里拖上来一节节虾笼，哗啦啦倒出来的小龙虾个个都比手掌还要大，最大的像鞋底那么长。它们挥舞着多彩的螯足，卯足了劲扑腾。看着生龙活虎的龙虾，他揪着的一颗心才稍稍放下。昆仑山融化的叶河雪水养育的澳洲龙虾，口感鲜美，毫无土腥味儿，完全可与海鲜相媲美，得到当地群众的普遍欢迎。上市不到10天就销售一空。臧运东心里有一本账，根据目前的市场行情看，100克体型的澳洲小龙虾每公斤市场批发价达到180元到200元左右，个体大的售价最高能达到260元每公斤。一个5亩的普通池塘，按照中密度养殖龙虾1年销售收入即可达到7万元左右，刨除成本后，养殖户盈利可达到50%以上，这将为当地群众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仅仅是沙漠龙虾这个名字，就能预见东虾西夷的战略高度和养殖难度。在沙漠边缘开展澳洲龙虾养殖，没有技术支撑，不可能取得成功。在山东援疆人才合作项目支持下，臧运东与日照职业技术学院傅宁副教授团队合作，开展东虾西夷澳洲淡水龙虾养殖技术试验。历经艰辛探险，克服浮游物入侵、土壤繁碱等技术难题，利用1年的时间，团队掌握了养殖澳洲龙虾的技术，填补了在南疆开展这项水产养殖技术的空白。为把沙漠边缘澳洲龙虾养殖技术留在麦盖提，臧运东会同水产专家编写了《澳洲淡水龙虾养殖技术手册》，涵盖龙虾的生活习性、养殖池建设标准、虾苗培育、放苗前后注意事项、投喂管理、水质管理、病害防治以及成虾捕捞方法等22个方面，系统总结2年来的养殖经验，为麦盖提澳洲龙虾养殖技术规范留下一笔宝贵财富。2022年，麦盖提县决定开展规模化养殖实验，开展技术示范推广，助推当地农民产业结构调整，在土曼塔勒乡原有基地扩展到20亩基础上，在山东援疆统筹资金的支持下，继续依托日照职业技术学院、水产养殖专家团队技术支撑，在县城和平公园后无一布袋渠旁新建标准化澳洲龙虾养殖试验基地100亩，促进农业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目前20个龙虾池已开挖完毕，各项养殖前期工作正有序开展，预计实现经济效益1万元每亩，为当地群众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致富渠道。为进一步向当地群众推广宣传龙虾养殖，2021年至今，臧运东与技术团队开展了15期龙虾养殖培训，邀请山东水产养殖专业专家授课，培训致富带头人445人。今年还将利用基地继续面向全县培养水产养殖人才100人次以上，争取留下一项养殖技术，带动一方百姓致富。良好的收益、专业的技术指导，极大增强了当地群众的养殖信心。目前已有6名当地农民主动找到土曼塔勒乡党委要求养殖龙虾，2名农民注册企业承接土曼塔勒乡试验养殖基地，并扩展到5个池46亩，另外1户在千岛湖区域养殖，5至6户开展散养澳洲龙虾。广阔的市场前景、强有力的技术支持，激发了麦盖提各族群众的创收热情，增强了他们的养殖致富的信心。2022年，全县已形成3处养殖基地、150亩养殖池、20万尾的养殖规模。3年援疆路，1生援疆情。帕米尔高原的强烈紫外线晒黑了臧运东的脸庞，塔克拉玛干大漠的风沙沾满了他的双脚。麦盖提大地见证了日照乡镇援疆干部的艰辛付出，也记录了日照援疆人苦干实干的深深印记。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觉得沙漠还能用来养殖哪些作物？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最后，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